全世界最盛产音乐家的小岛，便是位于中国福建省厦门市的鼓浪屿。如今这边的常住人口不过只有1万多人而已，但其中的音乐世家居然多达100多户，这个比例也是没谁了。我们所熟知的钢琴家郎朗，就曾经师从钢琴演奏家殷承宗，这位殷承宗老师就是鼓浪屿人，所以鼓浪屿在音乐界的含金量可见一斑。如果你来鼓浪屿旅行的话，完全可以走一条音乐主题路线，连刷3家音乐主题博物馆。这条路线相对冷门，但它绝对能为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体验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在这个地儿是厦门的鼓浪屿。来这怎么玩之前，在路上我想了很多啊，比方说走近代100年历史串讲线，或者说走环岛历史穿越线，或者说走一个网红打卡地串讲线，但是来了之后改主意了，决定走一条音乐线。咱们就通过这条线来看到大家所没有关注的鼓浪屿的另一面。走起！我们是2024年1月去的，从厦门市区到鼓浪屿得坐轮渡过去。买票的官方公众号叫做厦门轮渡有限公司，他们这个票分2种，分别是35元的和80元的。35元的是普通版的，8元的是豪华版的，我们买个普通的就好。乘车的话，直接去地铁下谷码头站下车，出来之后直接跟着人群就是了，他们能一路把你领到对岸去。说完轮渡，说吃饭，鼓浪屿的海鲜不算贵，随便吃吃就好。同行的人越多，点菜的腾挪空间就越大，眼前这一桌人均也没几个钱。现在我们准备开始逛鼓浪屿音乐线，第一站就是鼓浪屿钢琴博物馆。这座博物馆的创建者是爱国华侨霍有义先生，博物馆内的钢琴藏品也大都出自他的捐赠。现在我们就看看这边都有哪些藏品。先看眼前这台格尔斯卡尔曼钢琴，它产于德国柏林，其雇主为著名钢琴家李嘉璐先生。之后此琴几经易手，最终在2016年4月被安置在了鼓浪屿钢琴博物馆，并一路持续到如今。再看这台科尔门钢琴，它于1865年诞生于英国伦敦市，外形则是一架3角钢琴，上面还有鎏金花纹。仔细看两边放烛台的位置，这个地方是活的，可以前后移动，估计不用烛台时就可以收起来了。后一件罗西尼钢琴于1902年诞生于德国，造型也是3角钢琴。仔细看后边的3个圆形小标，这个标识来源于宫廷，可以理解为中国古代的敕建。后一件巴什克钢琴更奇特，这是一件手摇钢琴，于1899年诞生于伦敦，算到现在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是当时的小商贩在市场做生意时招来顾客用的，如今的小贩一般用喇叭音箱招来顾客，好像也差不太多。然后是一件舒南钢琴，它于1906年诞生于德国慕尼黑，其造型看起来很特别，目前全球也没多少架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琴厂在战争期间被炸毁了，所以剩余的都是绝版。看完1楼，我们沿着旋转楼梯一路向上，就看到了这件李鹏钢琴，它于1948年诞生于荷兰，这是个早期的立式钢琴，也就是把3角钢琴的后半截给竖起来了，就可以节省室内的空间。下一件就是本馆内个头最高的布罗德伍德钢琴，它于1824年诞生于英国伦敦，肖邦和李斯特都用过这个牌子，但不是这款，因为这款琴太高了，容易把演奏人挡住，就不那么讨喜了。然后是于1866年诞生于美国波士顿的齐克宁钢琴，它是当时全世界体积最大的4角钢琴，不过因为功能所限，传音的范围总是大不起来，所以后来就不做这个造型的了。后一台是20世纪初产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威斯坦自动钢琴，不会弹琴的人也能演奏，这在当时绝对是个创举。但留声机出现之后，它就逐渐被淘汰掉了。至此，我们就参观完了鼓浪屿钢琴博物馆的1展厅，然后我们奔向2展厅。一进屋之后，就看到很多被开膛破肚的钢琴，我们平时可看不着这个，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。然后我们看到了一架非常迷你的艾伯斯特夫钢琴，这是英国大萧条时期的钢琴，主打一个省料且便宜，经济复苏之后便被淘汰了。毕竟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，也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。
再往后是于1811年诞生于英国伦敦的科勒德钢琴，这是一架比较早期的立式钢琴，上面所用的雕花则是欧洲人经常使用的花草纹。后一台伦德钢琴于1945年诞生于爱尔兰，它是一架塑料钢琴，用塑料做也还罢了，关键是部件坏了还没法换，所以很快也被淘汰了。下一台钢琴名叫博森多夫，钢琴的制作人名字也叫博森多夫，他于1859年诞生于奥地利维也纳，是给奥匈帝国皇帝专门打造的一台钢琴，所以称得起是国宝级钢琴了。然后是缪伍德四角钢琴，这个年头比较早，它于1788年诞生于苏格兰，当时连踏板都没研发出来，而且当时的钢琴并不流行，所以传世也较为稀少。在后边的施坦威钢琴于1888年诞生于美国纽约市，之前著名钢琴家帕德列夫斯基就曾经用它在澳洲开过演奏会，而且他在波兰当了一段时间的总理。看到这儿我就想起泽连斯基来了，既然钢琴家能当总理，那么演员当总统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后面那台贵气逼人的钢琴是在1868年诞生于法国的普莱耶尔钢琴，制作者则是音乐家普莱耶尔。这架外形贵重的钢琴也得到了另一位音乐大师肖邦的盛赞。后面的布罗德伍德钢琴于1927年诞生于英国伦敦，它在工艺上做了改进，加强了低音效果。后来这款钢琴就成为了苏格兰王室的特供品牌。下一件克莱格钢琴于1977年诞生于澳大利亚，它属于是羽管键琴，发声的原理是用羽毛管来拨弄琴弦出声，但它很早之前就衰落了，因为造价太贵了。我们常见的击弦钢琴可比它便宜多了。后面的罗杰斯钢琴于1853年诞生于英国，它表面的花纹用的全是中国的山水、杨柳、花鸟等等。不过这个中国风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中国风，比真正的中国花纹要更浓艳一些，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流行风潮。最后是一台艾维森钢琴，它于1939年诞生于英国。有没有感觉这台钢琴的腿很特别？因为它是在船上用的钢琴，把腿设计成这个样子，就是为了防止它在海浪颠簸中滑动的。至此，我们就看完了一整个的鼓浪屿钢琴博物馆，但我们的音乐线之旅尚未结束。我们的下一站是鼓浪屿唱片博物馆，这里同时也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黄荣远堂。因为雇主的家族企业叫做黄荣远，所以这座建筑便得了这个名字。建筑的画风看似是洋楼，实际上还有瘦皱露透的太湖石，也算是中西合璧了。票价是78元一位，我替各位尝尝鲜儿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参观了。在门厅里看到的是几张老唱片，而且都有些年头了。毕竟现在这个时代，唱片已经远离大众，走进小圈子了，所以现存的唱片自然是以老物件为主。我们先进入右手边的展厅，能看到爱迪生发明的初代留声机的复制品。最初录制的音频只有8秒，但也有划时代的意义，从此人类就能记录声音了。之后美国人伯利纳发明了初代唱片，这个是能拷贝的，比起之前又有了进步。之后就是商业化投产了，只有真金白银的利润才是最好的发明驱动机。而与此同时，中国驻外使节郭松涛也见证了留声机的问世，他是首个见证留声机的中国人。在几十年后，留声机也通过各个洋行逐渐流入中国。当时的很多名作家，比如林语堂、鲁迅等，都买了留声机，甚至欧美的公司还特意到中国将流行的戏曲录成唱片，因为这些是有销路的。现场还简单展示了唱片的制作流程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手搓。然后我们进入下个展厅，中国唱片100年。近代100年冠制的唱片包括戏曲、曲艺、歌曲、器乐等类别。现场还弄了个老电话，这个能听到什么呢？听到的就是早期的普通话教程，音频是从老唱片里扒出来的。现场的实物展品中有一份马连良合同，约定灌7张唱片，系是5家坡，酬劳为国币9600元，违约金是国币15000元。后面还展出了当时的广告页，毕竟灌了唱片也得宣传了才能卖出去。再后边是一些唱片实物，有的是歌曲，也有的是戏曲，种类还是挺齐全的。另外这边还提到孙中山的演讲唱片，
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留声。后面是一大堆京剧唱片，我们挑几个熟悉的说一说。其中有程砚秋的《骂店》，单看这俩字儿可能反应不过来是什么戏，这其实是贺后骂店，是赵匡胤的寡妻骂赵光义的事儿。后面有金少山的《锁五龙》，这个在小破站还能听到，听唱片都觉得脑瓜子嗡嗡的，现场效果不知道得多炸裂。后边有严菊鹏的《沈潘虹》，潘虹是大花脸，但严菊鹏是老生，所以严菊鹏扮的是寇准。以上这些以及其余的戏曲唱片，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被角儿们撑起来的辉煌时代。如今这些回忆都成为博物馆中的历史了。之后是新中国时期的唱片，这时候的主题也丰富了，现场就展示了黄河大合唱的唱片，这是之前未曾有过的声音。下个展厅的名字叫金砖唱片在中国。金砖是一个合作组织，最早只有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、中国这4国，之后又有很多国家加入。现场所展示的唱片就来源于这些国家。现在我们奔向2楼，走上去之后，发现又是一个戏曲唱片展厅。因为唱片最火的年代恰好对应戏曲流行的年代，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戏曲的重要载体之一。现场除了提到京剧之外，还提到了很多的地方戏曲，这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体现。由当地水土孕育的戏曲就更合本地人的审美。此外，现场还有一个互动屏，足可让我们听到很多平时听不到的老唱片录音。现在我们穿过小门来到流行歌曲展厅，不过这边的流行歌曲以及歌手都是民国时期的，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金嗓子和银嗓子，因为唱片就在那个时代火爆。而下个流行歌曲繁盛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后的那一段，那会儿大家都用收录机了，所以留下的唱片就少了。走出这个小屋，就来到了抗战主题唱片展厅。大家最熟悉的歌曲必然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是个中国人都知道。但除了这首最为广为流传的歌曲之外，其实还有很多歌曲，只是传唱度不如它而已。只有足够多的创作者以及广泛的群众支持，才能缔造出全民级别的传世之作。下个屋是新中国的其他唱片，其中包括西洋器乐，也包括民族器乐。此外还有很多芭蕾舞剧，还包括歌剧，可惜没提到样板戏。我以前看戏的时候只爱看老戏，最近发现样板戏其实还挺好看的，艺术水平是真的高，尤其和现在的某些新编戏曲一比，更显得以前的戏好看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全是同行衬托的好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鼓浪屿唱片展厅，但我们的旅途尚未结束，因为鼓浪屿还有一个管风琴艺术中心。其实这边距离鼓浪屿的码头更近，但这边的管风琴演奏是定时定点的。我们刚下船时时间不对，现在差不多了，所以我们把它设置为末站。馆内所摆放的是用来制作风琴的各种各样的材料，而演奏的最高处就摆着一座巨大的风琴。现在演奏开始了，这时候我就感觉眼前这管风琴的音色听起来是有点耳熟的，恍惚以前在哪儿听过。过后我想起来了，当初玩魔兽世界的时候，我没少在诺森德的灰熊丘陵练级，因为这边风景好，比龙骨荒野舒服，而且音乐也好听。这个区域的背景音乐就是用管风琴演奏的。很快演奏结束了，我们继续看周边的展品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历次音乐会的回顾纪念，这其实就是鼓浪屿浓厚音乐氛围的冰山一角。附近还以图片的形式展出了欧洲几个国家的大型管风琴，他们所在的地方便是其当地的知名大教堂了。而室内的巨型管风琴则是基于1917年美国波士顿所产的画廊风琴所改造成的一座新的管风琴。而这座管风琴的捐赠者仍然是最初提到的那位爱国华侨胡有义先生。而在21世纪初，历经多位专家的合力修缮后，这年久失修的古老风琴才再次发出了声音。走到这里，我们不难发现，眼下的鼓浪屿之所以能成为一座音乐之岛，其实就得益于有很多像胡有义先生这样的热爱家乡的音乐人，是他们前赴后继，出钱出力，才为后来的鼓浪屿缔造了无限的可能性。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，不过是他们伟大贡献的冰山一角罢了。
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，便是鼓浪屿这座岛屿在网红打卡地之外的另一个身份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订阅加小铃铛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